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刺猬帮，这里是科技生活 DIY 分享的频道。很高兴很多伙伴都会在影片下方留下宝贵的评论。这次就基于常常在评论区会提到的电子电路焊接的风险，来讲讲焊接要注意什么。有铅焊锡很好用，但有风险吗？焊接产生的烟是什么？有危害吗？烙铁温度要多少度才适合？有些连我这种老司机都不知道的秘密，说破不值几分钱，但没说，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。首先，我们知道焊接最基本需要烙铁与焊锡，其他辅佐的有助焊剂、烙铁支架与清洁海绵等等。我们就先来说说焊锡。一般电子零件焊接的主要成分是锡合金，合金部分会有铅、银、铜、铋等混合而成。最常见的主流有两种，无铅焊锡以及有铅焊锡。在电子产品量产工艺上都是使用无铅焊锡，主要是用在自动回焊炉制成为主。但我们发现专业电子维修师傅都比较爱用有铅焊锡，连我也是非必要的话，平常都会选择有铅焊锡为主。甚至有些手机维修师傅还会选择含铋更低温的焊锡合金。无铅焊锡熔点通常在220度左右，有铅焊锡会落在180到210度左右，相对低很多。主要原因是熔点比较低，比较容易焊接。但常常有人说含铅的东西不是有毒吗？这样是不是会造成危害？但焊接比较不会，毕竟你不会拿焊锡直接来啃。那焊接会产生烟，不会从口鼻吸入吗？的确，焊接时会产生白烟。我们来看看产生白烟的东西是什么。焊锡丝的中心有一个小孔，里面添加的是助焊剂，通常是天然的松香以及一些化学成分为主。同时，铅的沸点是1740度，锡的沸点是2602度，所以焊接时300度 C 的温度比这些合金沸点低太多了。焊接时产生的白烟，主要就是助焊剂加热挥发产生的，所以吸到白烟而造成铅中毒的风险，几乎就是微乎其微了。但这些助焊剂多少都会添加一些化学成分，所以还是需要避免过多吸入体内就是了。建议焊接时保持在开放空间施作。你也可以用电脑的散热风扇来制作一个吸烟设备，这个就是电脑常用的散热风扇。通常供电电压为12伏，那我们想用 USB 来提供电源，所以必须要再多一片升压电路板来传接，就可以从 USB 的5伏升压到风扇的12伏。升压模组上有一个可变电阻，它可以调整升压的电压值。从零件表面可以看到103的编号，就是代表10乘以10的3次方，就是 10K 欧姆的规格。因为我们想调整风扇的转速大小，所以透过 NDP 电源供应器来看看合适的电压范围是多少。看起来5到12伏是让风扇能转动到全速运转的范围，但5伏转起来实在是太慢了，所以我们就预计把电压调整范围目标设定在7到12伏之间。这是升压模组 10K 可变电阻的线路，有3个接角。接角2可以透过旋转来控制接角1、2跟2、3的电阻比例。因为模组的电压范围可以到30伏，我们不需要这么大范围的电压变化，所以改用1K 欧姆的可变电阻。前后串接合适的电阻就可以达到我们需要调整的电压范围。我们先接上5伏特电压给升压模组，调整好预期输出的电压，再透过量测可变电阻的电阻值记录下来。因为这个电路在板子上直接量测，会被电路周边的零件所影响，所以我们把可变电阻拆下来再量。最后得知电阻值与输出电压的关系之后，参考相近的电阻来搭配，就完成电路架构啦。电路绘制如下，可以参考看看哦。
接下来我们来制作抽风扇的外壳，透过雷射切割机把外壳切下来。接下来就是组装咯。我们透过磁吸的方式，在顶部做一个补光灯。磁铁一方面可以达到固定效果，同时还能提供供电的功能，这样焊接就可以提供一些照明啦。组装好了，这就是一个桌上型小风扇。然后我们拿出活性炭滤网，裁成合适尺寸，也是透过磁吸来固定滤网。完成啦！这样在焊接时就可以把白烟吸走并过滤掉，就可以减少直接吸入的风险啦。但仍建议在比较开放空间焊接是最好的哦。这次的分享到这里，提供一些点子给你们参考，请订阅刺猬棒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并帮我们按赞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